New Zealand Working Holiday，我从中学开始就听过这个东西。在一个满是风景的国家生活，赚着比我们自己还要大的汇率，这里真的是传说中的那样美好吗？我和其他人稍微有一点不一样，我是在 Australia Working Holiday 的时候抢到然后出发的。51分钟就 OK 了。就以 Australia 作为起点，开始讲讲我在 New Zealand 打工度假的故事吧。干嘛刚才是有点看，有一点像世界尽头的感觉。Now let's welcome on board Levi. 在澳洲塔斯马尼亚樱桃季节过后，我陷入了困境。我是很想继续在塔斯马尼亚这个岛做工，但是我和几位朋友已经把这个岛半循环了一遍，都没有找到比较想要的工。所以我们在 Penguin 这个企鹅小镇的时候得出了一个结论：解散，离开。那天是星期五，我买了3天后星期一飞去 Christchurch 基督城的机票。New Zealand 分为北岛和南岛，大部分的人都会先飞去北岛工作，赚够了钱后才去南岛玩。没有错，南岛才是你想象的 New Zealand。世界级的旅游胜地 Queenstown 皇后镇也就在南岛。但是我是来过渡，是来体验的，所以我直接飞去南岛的基督城作为我的开始，或者是讲基督城是我弹药储备的地方。我在这里的目的很明确，5天里面我一定要解决我电话卡、申请税号、申请银行，还有买车，然后离开这里去找工。我来到New Zealand 了。我下到 Christchurch 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点失望的。我的山，我的水的，不是讲南岛很美的吗？这5天我住的青旅我很满意，主要是性价比很高，才纽币21晚。你在南半球很难找到这个价格和这个样子的青旅的。房间 ，Thank you。这里有个娱乐室，你是不是以为我会带你看房间？但其实我没有拍到房间，其实前期很多东西我都没有拍到。虽然不是特别顺利，但我还是在这5天里面处理完了所有东西，尤其是小蓝。买车这个东西真的很烦。说实话，我一开始对小蓝不是特别满意，因为我检查过后还是觉得它不应该那样贵，车厂的人也是那样觉得，但是我又没有更好的选择，所以我还是跟2个韩国双胞胎妹妹买了它。刚打完 UL， 所以也告示着我在 New Zealand 的旅程正式开始。Let's go！ 在我担心会不会开到一半就有问题的情况下，我开始了第一天425 km 5个小时半的南下找工旅途。不知道你们看到没有？算很大片吧，也不算。讲讲呢？这雪山呢，就在我眼前。越往南，我就发现雪山越来越多了，直到拐了一个弯。Lake Tekapo 是一个光污染基地的小镇，晚上抬头就是银河，还有就是这个蓝湖。我没有看过饱和度拉到这样满的蓝湖，真的太美了。这里是一个非常小的旅游小镇，去 Queenstown 还是新西兰最高的山，猫口都会经过的地方。之后其实我来这里的主要任务其实是叫 resume。因为今晚我要赶去瓦纳卡那里，没有办法，我订不到这里的住宿。就其实那个青旅很厉害贵，可能一晚要300多马币，青旅哦，青年旅社哦。二来是我其实要订啊，这里晚上好像可以直接看到那个，我忘记什么恒河什么恒星什么，总之你们明白我的意思了。然后我原本想300就300了，试一下了，但是昨天我才确定 OK， 我的车修好可以正式上了。昨天看的时候已经没有房了，所以就订不到这里了。我已经交2份 resume， 没有，我只是交1份罢了。一个是青旅咯，青旅他们 housekeeping， 但是他们听我没有 housekeeping 的经验就不要我了。然后他们讲他们会把我的 resume 交过去给另外一边，就隔壁的厨房那里。问题是厨房有没有到 accommodation， 这个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是 dark side 啊，是吗？他讲他确实是有要找人，但是只可以通过 resume。我投了简历过后，就立刻下去瓦纳卡了。来之前，我就计划了要在 Lake Tekapo、瓦纳卡、Tiano 这3个小镇选择一个我要留下来生活的地方。离开 Lake Tekapo 小镇过后，直接看到的就是 Lake Pukaki，
一开始我还以为这里也是 Lake Tekapo 的一部分，然后就继续开车开到了瓦纳卡。瓦纳卡不一样，这里热闹多了。Hello， 大家好，现在我在瓦纳卡的这个青旅这里，今天也是从瓦纳卡要离开了，但是离开之前我会一样会投几个简历先，投到就投，如果投不到就 email。这里还是很好看的，其实我是觉得。然后我就给你们看一下我住的青旅是长什么样子先吧。就反正这个青旅是，在纽西兰应该蛮出名的嘛。它很像 YHA， 又很像中国的背包10年，还有很多分行。它的公区和厨房挺大的。就反正是大概这个样子啊。我没有用它的 laundry 啊，不过它是有 laundry。它是这一间和其他间分隔起来，有一些是比较住在比较后面，像我是比较住在后面的。就是我从前台 check in 之后，我要从后门，就是这一栋的后门出去，只是走一下吧出去，然后会有其他几个小房子。Sorry 啊，我又是刚睡醒，有点口齿不清啊。OK， 整体来讲体验还蛮不错。现在我要继续出发我的行程，因为昨天其实5、6点我才来到这个瓦纳卡这里，然后我也大概观察了一下，说实话它是很美，但是它不知道为什么它并不是我心目中的那样的，就是想要逗留下来在这里工作的那样的一个小镇。不懂，它给我感觉好像就是一个旅游的一个地方了。我现在就会去投几个我比较感兴趣，然后我觉得机会也比较大吧的一些工厂。原本这个青旅我也是打算投的，只是我感觉它跟我之前在 Lake Tekapo 投的那个一样，只是要 housekeeper。housekeeper 我其实是 OK 了，是有想要学一下 housekeeper 的东西，换床单那些，就是如何比较 proper 的换，因为这个 Hakka House 青旅是算比较有名气一点的吧，在这个新西兰这里。只是就我 compare 那样的话，我会比较想要在 Lake Tekapo， 虽然 Lake Tekapo 很小，不过我会比较想要在 Lake Tekapo 吧，所以我就没有投这里，就是这样的一个 recap。如果时间等下我投完还早的话，我可能还会去那个湖那里看一下，过后才出发去提亚努。提亚努路途会经过 Queenstown， 可是这次我应该不会停很久吧，可能只是10分钟左右，还是只是打个油，因为这里打油好像很贵。Let's go。这天刚好是周末，都有2个不错的酒店，但是经理都没有上班，没有看到他们。就这样开始了提亚努的路。果然啊，一到了热门的城市就塞车了。这家青旅主要有2栋，分别都有各自的厨房。
这里的环境还是挺好的，有很多住宿的都是在这一些地方，然后他们都是 lakefront house， 就直接望着湖。这个就是我住的青旅了，这里严格来讲，那里也是哦。然后这个小镇的那个油价，我很喜欢它这里的油价，它这里不管油价还是物价都是相对来讲在南岛里面算便宜的。这个小镇大概就是这样子，很平静的小镇，什么也蛮集中的，蛮喜欢的。其实，这家是沙巴人开的，支持，沙巴人开的，支持。那个面包店好像蛮出名的，原本想买猪的，不懂它猪肉臭不臭啊？不过还没有猪哦，我就又吃回鸡了。哇，之前一直吃鸡了，想吃其他肉啊。看着这个河景啊，这个湖景，试一下它这个叫 puff 啊，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派啊，试一下这个派。是不错。看到它鹹啊，還有汁的嘞。我還是3個水果 ，OK 啊，有點小貴啊，其實。如果對喜歡清淡的你來說，這個可能是有一點重口味啊，但是我喜歡比較偏重口味一點的，這個就剛剛好，再多一點點那個重，好吃。在我要離開這個提亞努之前，我先 update 一下我的情況吧。现在我已经走到提亚努这里了，其实每个地方我都蛮 OK 的。Queenstown 我还没有认真的去 explore， 因为我也没有打算在那里打工嘛。不过我现在下一站就是 Queenstown 啊，因为它作为一个中间点，因为我是投了好几个，线下也有，线上也有。然后如果我从 Queenstown 中间点等的话，这样我要出发哪里都比较不会耗时间了。这个是我自己觉得的东西啊。如果你要我 rank 哪一个我比较喜欢且又想在那里工作的话，我觉得还是 Lake Tekapo。景色的 Lake Tekapo 在这3个城市 Lake Tekapo、Wanaka 和提亚努里面最后了。为什么我想要回去那里？是因为我觉得那里小镇够小。如果你讲热闹程度，它才排得上第二吧。我没有想到第一是 Wanaka 的 ，maybe 是我没有做好功课了。OK， 然后这个提亚努是第3，相对来讲会比较安静。但是你讲我最喜欢的话，我可能是最喜欢提亚努吧。只是一样的问题，就是它有一点靠边边了，就是我想要去什么地方，我从提亚努出发的话，都是一个比较远的一个路程。昨天也是 focus on Lake Tekapo 会比较多一点，也去问了房啊、资讯啊，大概想了一下，它是有工的。然后今天早上我也在这里做了一间，因为我目前是比较偏向 Lake Tekapo 嘛现在我要出发去 Queenstown 了。我觉得其实不至于要离开啦，因为这样的话我其实可以找到工作的，如果我要做的话。好像我住的这一家提亚努的青旅其实还蛮好的，只是他需要人的时候是在3月尾，目前是3月头。我不想耗费那一段时间，因为对我来讲我勘察的这段时间已经结束了，而且纽西兰的住宿应该是南岛吧，非常贵，就算我是住青年旅社都好。就总之我给我自己一个 limit， 就是因为我有换一小笔钱来，主要是买这个小蓝就花费了我一大笔。但是如果我连剩下的那一小笔都用完的话，那我会立刻变卖这个小蓝。但是我觉得不会吧，我意思是我会立刻回澳洲或者是回 Malaysia。但是我觉得这个小蓝还是挺好。但是如果我真的是没有办法要离开这里的话，但是我觉得不会吧，我蛮喜欢这里。就像我昨天去了昨天是我第一次以玩的心态出发，你懂吗？就昨天。等一下，你没有听错，我在找工的同一时间，意外的去了新西兰必体验项目之一 Milford Sound。很巧的是，我到提亚努的下一天是雨天，这个 Milford Sound 就是要下雨才好看，而且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再回来这个小镇了，所以我就报了最便宜的团，看到了我目前人生中最棒的景色，不是在 Milford Sound 那个峡湾，反而是这一段去的路上。真的很美啊，真的。幸好我选择了留下来，我在途中遇到这样的景色，真的。虽然我也是没有找到工作到现在，不过我相信真的是可以赚回来的。小兰，你要感谢我。
就感谢这辆车，就这个车小蓝，我相信它还可以陪伴我走到更多的地方。然后我就到了路口，上了船，开始了这个 Meal for Sale Package。就这样了，我现在去这个 Queenstown， 希望今天可以收到不一样的 email reply 吧，还是希望 Decathlon 那里有比较好的 reply 吧。我 Decathlon 还没有关心过，如果我去那里工作的话，就去那里关心吧。这天在这家青旅是一个转折点，我还是没有记录到。我找到工了，我找到 Lake Tekapo 的工了。简单来讲，就是我在新西兰马来西亚人的 Facebook group 问 Lake Tekapo 的工和住宿，有一位朋友就给了我2个 manager 的邮件。我一投第一个，10分钟过后，manager直接打给我，我就在半个小时里面submit了所有东西，然后就成了。原本是下一天就可以上班，但是我不想浪费多一晚另外一家已经订了的住宿，所以我就去了 Glenelg 去，然后另一天凌晨出发，从 Queenstown 开车3个小时去 Lake Tekapo， 开始了我新西兰牛马生活。我做这份工是 housekeeping， 幸运的是 manager 很喜欢马来西亚人，每天铺床打扫基本上是7个钟左右，房间很多，也一直很赶，就这样日复一日的上班和生活。你要讲过后有什么特别值得分享的东西吗？可能有，但就是普通的生活。其实剪到这里，我想了一下，素材太碎片化了，所以我决定还是不像前面那样啰嗦，我就继续像看小说那样，以旁白的方式带过我在这几个月里面的故事吧。我也知道看这个 video 的一部分人可能是想了解更多，但我其实已经对10个人左右拍了你们想知道关于 New Zealand Working Holiday 的问题了，以后可能会剪出来。回到我的生活，一开始其实公司没有帮我准备住的地方，而且就算是一张床位在这个小镇要找到真的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我被分去每天往返1小时隔壁小镇的员工宿舍。那个就是我的员工宿舍，说实话是一个蛮好的员工宿舍。这间家在你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已经不是员工宿舍了，现在的新人都应该住在公司里面的员工宿舍了。我住的时候可以住到11个人左右，这个大又不是很大的厨房，一旦超过2个人煮饭就会开始积了。我第一晚就是在这个沙发睡的，睡过的都讲很舒服。经常会在这个地方要离开飞地了，这个员工宿舍就是我的行李了。其实真的很少的，我行李吃的都在里面了，还有这些员工宿舍那方面，我自己是觉得性价比 OK 的，大家其实还挺守那个规则的，也是有不喜欢的情况，不过蛮少啊，大家之后都会洗的。它房租很便宜，因为是员工宿舍。主要是我来纽西兰，我的目标很明确，我要晚上看到那个银河。每次有什么聚会啊，大家都是住在迪卡波附近，所以我也是很难有那个机会跟大家玩到比较迟，就很早我就要走，走的时候还要开半个小时很黑的路，这就是它比较不好的地方。不过除了这一些，它其实还是挺好。幸运的是，2个星期过后，我找到了另一间公司暂时空着的房间，搬去了这个关心小镇 Lake Tekapo。这是景色，然后这个就是我的房间呢，很大，
有1、2、3、4个插头，这里有那个 heater， 然后搬沙发咯，就这样哦。这个呢是我自己花钱买的，我跟 Peter 去提马路的时候买的。在这里做工过后，才知道这里马来西亚人很多。如果要认识的话，小镇其实每个星期也有一些小镇员工聚会，但我那时候没有特别想要去社交，在工作上认识的朋友对我来讲已经足够了。也因为我是小镇员工，所以我可以免费去泡小镇里的温泉，玩一些小镇里面的东西。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玩 ice skating。马来西亚确实也是有，但是这里是季节性的，还是免费的。Tengo miedo. I'm afraid. But you know how to play. Yeah. I play like 10 times. You're an expert. It's easy. Professional. 他们是我在上班的时候交到的南美朋友。虽然，但是在这里他们真的很像老婆婆和老奶奶，跟着一个横冲直撞、乱喊乱叫的孙女，还有一心只想学习的我。能交到南美洲的朋友，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经历。Are you Hakin? Palagaga. Palagaga. Are you Marina? I'm dying, man. I'm Today so also? kapoy. Every day. So tomorrow, Cossack? No work, Corsic. Yes. Okay, okay. Very cold, it seems like.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Very nice. 从每个星期休息去附近走走，到一旦有休息就开车至少3个小时去其他地方玩。虽然我没有去完南岛所有地方，但其实我已经很满意了。我去了新西兰最南边，在这个我生活的小镇，简简单单却很满意的过了我的生日，去看了这里最高的山猫扣的冰山一角。但是让我觉得最值得的还是这一座可以摸到冰川的山 Brewster Hut。这座山一开始需要差不多以垂直的状态爬3个小时，然后抵达山中小屋。如果要到冰川，其实还需要爬1个小时半，在另外一座没有步道的山。第一天天气很好，但我们一直休息。大雾有点可惜啊。You've been to the Yeah, glacier, we went to the glacier. Really nice. but it's not foggy or. So now we arrived there before midday. And it Oh. was fully sun. It's well marked with the cans, like the Yeah, little stones. yeah. But still, yeah, you need to be careful. Okay. 爬到山中小屋的时候已经迟了，雾太大，继续爬很危险，所以我们就在小屋里面度过了一个晚上。Oh, it's like that. 你敢想象吗？我们和对面的冰川差不多在同一层，这里有接水的地方啊。这里好像就是往冰川上面走。问题是现在雾很大，太危险了。You, Palagaga? Yeah, estoy palagaga. 这里是吃东西的。Yes, this is only for us. Yeah. Oh. I should bring my ramen. I live in car. What's your dinner? Cup noodles, but small one with the hot pot. I will make my own hot pot. Because I didn't cook one. 第二天早上我们继续攻，但是一定要在10点半左右就回头，因为会下雨。他们说要开始。就在那边，对面。但是我们要沿着这里走。对，yes。由于接下来走的每步路都是石头，所以一旦下雨，每一步都会打滑。和上一天垂直爬的不一样，这一天的危险指数是飙升的。这一天整座山就只有我们5个人，我们在野路悬崖边爬，稍微一不小心就会没有了。在这里也是有人那样就走了。
那里是河。我们走了2个钟左右，我的天！终于看到冰川。很可惜的是，我们没有下去。那时候风刮到特别大，我们需要蹲下来才可以在山上平衡稳住。哇哦！哇！ 5个人里面4个人一致决定撤退，不下去冰川。我们回头走了半个小时，我朋友的蓝牙耳机突然断线了。对，电话不见了。雨已经从冰川那里下着过来了。他决定回头寻找。那时候大家其实也是慌了，不知道怎么样。他越走越远，远到我们已经看不见他了。 Well, if I was here, I will do the same. I cannot blame here. I will try just to call and look around, but if I don't hear anything, I will leave it. And now the rain is coming, so I don't think it's a good timing to find them. 5分钟、10分钟、20分钟， Let her focus on the track. 我们终于看到他， Even I can. 他回来了。 Others still do. 不可思议的是，他找到他电话了，他对象哭着跟他抱在一起。他是菲律宾人，每次有这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他都会感受到有一个 guide 在指引他，这是他也是觉得很危险。就算走到看到冰川那里的时候，也是找不到电话。当他放弃想回头的时候，就看见他电话了。我不知道要怎么样和你们讲这个经历，才能够让你们感受到当下的情况。他坚持要找到他电话，原因是因为他的电话就是他全部了，银行卡什么他都没有，而且大家都是一个人来新西兰的，没有电话就代表你和你远方的家人还是朋友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不见了。走了，拜拜 ，Bruce the Heart。最后就是 happy ending 啦。平安下到山，继续牛马的生活。我们把昨天的火锅带下来了，垃圾，好棒，大家。忘了再去那个瓦纳卡丢。回到去大家关系更好了，不过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很幸运，我把我的小兰卖给了可以照顾好她的人。所以这一些就是我在新西兰的故事了。其实才待3个月左右罢了。不过没有想到的是，我走的时候我会有一点不舍得啦。我经常和朋友讲的是，虽然在那里很牛马，虽然每天赶着清理房间，虽然住在一个很小，连理发店还是 clinic 还是比较像样的 supermarket 都没有的小镇，不过我在那里我可以感受到我是很幸福的。我不知道要怎么样形容，不过就是那样。每次很累的时候，只要望向窗外那一个湖，累真的不算什么。3个月很短，我体验够了，我不后悔。OK， 刚刚做工完毕，现在 heading to Mary 的 farewell。You're recording. Yeah. Kapuy, estoy aquí con mi amigo. El weón. All of us weones. I'm not cabrón. Cabrón. Elephant. So yes, we're gonna miss you a lot, and we all wish you the best. And I hope we're can see you again. We're gonna miss you for sure. Good luck for your future. And keep in touch. Just 3 words. I love you. I don't usually
I don't usually say it to just anyone, but yeah, I love you, man. That's all I can say. Go. See you tomorrow. See you tomorrow. See you tomorrow. 运气很好，结束了，结束了。结束了，结束了。